最近我不是回国了吗？然后一回到熟悉的环境，我感觉就进入了一个回忆模式，突然翻出来我2017年去台湾做交换生半年的时候写的一个小日记。当然我是记得我17年去过台湾，但是这段回忆里的细节我真的一点点都不记得。当时呢，我还是一个妥妥的文艺青年，我去台湾只带了一个胶片相机和几卷胶卷，完全没有使用数码相机拍照，所以留下了一些非常文艺的照片，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不过呢，这些照片里面会有一些路人的照片，本来是不打算放出来的，因为有侵权的风险嘛。但是我觉得时隔9年，如果有人可以在网络上看到9年前的自己在世界上留下的一个影子，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缘分的事情。如果有照片上的人看到这个照片觉得不好的话，我可以立刻删除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记，可能比较古怪。台北等红绿灯，一位爷爷把烟头放在地上踩灭之后，捡起来揣进兜里。搬重物回宿舍，一位骑机车的大叔看不下去了，帮我把东西搬回宿舍门口。在台中，早上8点多找路的时候，给 7-Eleven 送货的大叔主动跟我们讲路。无论老少，无论动物人类，谈及性别，都用男生和女生来称呼。小饭馆的老板都很热情，都很会笑，都会说美眉，这里美眉一定要用第3声，美眉你先坐哦，吃饱再付钱哦。在桃园车站旁边的小型夜市，面无表情的买西瓜汁，竟然被女老板称赞长得漂亮，害羞道谢后惊慌落跑。有这回事儿？有这回事儿吗？我咋不记得了？真是美好的回忆啊。OK， 台湾的观众朋友们，听了我的日记有什么感想？其实我当时是非常喜欢台湾的，不是说我现在不喜欢台湾，我只是现在年纪大了，我觉得哪儿都一样，我没有对某一个地方有特别的滤镜了。我当时对台湾是有一定滤镜的，我觉得台湾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，就像是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是因为我住在日本所以订阅我的频道的，你们对日本现在的这种滤镜，我当时对台湾也有，这个就叫什么呢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不对，这个叫当你在看风景的时候，你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。 OK， 接下来是一条关于宜兰的日记。宜兰奶冻真的太好吃了，句号宜兰奶冻是真的好吃，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宜兰奶冻是什么味道了，但是我当时就是去宜兰只待了1晚上，我就一个人吃了一整条奶冻。宜兰的朋友应该知道一整条奶冻有多大吧，我一个人吃了一整条。然后接下来几天我就一直在想那个奶冻怎么这么好吃，我好想吃别的口味。然后我甚至当时回去之后很多个月之后，我晚上做梦到我开了一个宜兰奶冻店我现在觉得宜兰奶冻太好吃了，我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吃啊？OK， 本影片第一个看镜头的路人出现了，这张照片应该是经过他允许拍的。不知道这个小姐姐现在在干什么，她会看到这支影片吗？不知道。下一条日记，看了很多展，略有感想。艺术品有很多种，好看的，不好看的，有你喜欢的，有你看不懂的，有厌恶的，看着就想吐的，也有莫名其妙的，不知所云的。有稻草做的，垃圾袋做的，有立体的，有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完的，有让人感觉脊背发凉的，有夜光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都静静地摆放在展厅里，而艺术馆会包容一切，这样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无论是怎样的一个人，这个宇宙都会接纳你。 Oh my god， 我怎么小年纪就悟出了这种大道理，真是心急拉累奶。现在看来，我觉得我这段话说的也是非常的有道理。对啊，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这个宇宙都会接纳你。然后是关于绿岛的一个小日记。去绿岛要坐船，密闭的空间里，如果周围有人呕吐，然后引起另一个人的呕吐，那迟早要蔓延到自己身上。晕船的话，尽量坐在船尾吧，船尾有个小舱，皮质的座位和地板，
在那里你就躺在地上睡觉，就绝对不会晕船了。你一边听着音乐，一边随着船晃悠悠，甚至有点浪漫的感觉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不能介意头不远处别人没穿鞋的脚。绿岛夜行可能会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。绿岛没有路灯，全靠路边的小反光板指路。当太阳完全落下大海的时候，四面一片漆黑，我们就坐在机车上，不知道速度，不知道方向，全然跟着路边的小反光板前进了。黑暗带来的不安和恐慌反而能衬托出一种安详和平静。就在纯黑色的空间里，我体会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安全感。而黑暗中出现的像幻觉一样的闪烁的星星，是一种额外的收获，那是萤火虫。潜水的场景不是靠看电影看照片就能感同身受的，海下的颜色真的很美，那些鱼毫无攻击性的游过，海兔每只颜色都不一样，它小小的随波逐流。我还看到珊瑚，还有一碰就缩进去的植物，一切都很魔幻，与现实世界截然。一碰就缩进去的植物好像是海葵耶，我前几天还吃了，不太好吃。绿岛真的是我在台湾环岛一圈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我好像就是很喜欢小岛。接下来这组照片我特别喜欢，是在哪里拍的来着？清境农场。对，去的那天雾超级大，山上全是雾，但是正是因为那天到处都是雾，拍出来的照片就有一种别样的感觉。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山上没有雾的时候长什么样子。接下来读几个跟上学有关的小日记。这边我有3门数学课老师都是女老师，我觉得台湾女老师很温柔，并不是说话软，就是透出来的那种没有力气的感觉。对我的关心也是在不熟悉的人之间最让人舒服的关心了。我感恩离开时完全从内心自发的给老师们赠送了临别礼物和明信片。OK， 关于这件事情我完全不记得我给老师送过明信片和什么临别礼物，但是既然我把这个事情写在了我的日记本里面，就说明我真的是自发的从内心深处的感恩。因为正常情况下我是从来不会送任何人明信片和临别礼物的，因为我不知道要写什么。计量经济学的老师说，如果他的手机上课响3次以上，到活动日他就要上台唱歌。他还说，我们觉得这个数据不太好，那我们要处理一下，给他做马杀鸡，揉一揉。多变量分析的老师居然开始讲泡面的正确煮法。我的随机过程的老师是一个老头子，穿很高的高腰裤，但他好可爱，经常说很夯，还在句子最后加吼。因为口音，他把飞机说成灰机，把发声说成花生。OK， 读了这段日记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些之前在台湾上数学课的经历。我觉得台湾老师真的都很可爱，跟大陆老师完全不一样的老师。我在台湾上学的那4个月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在大陆上学其实上的特别痛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大陆不知道是教材太硬核，还是老师的教学方式不适合我这种智商普通的人。反正我在大陆上学的时候是完全听不懂的，导致我平均分一直是60几分。然后我去台湾交换的那4个月，我修的数学课不是每一门都听懂了，但是至少有2、3门上课的时候会有听懂的感觉，并且我也确实好像是听懂了，因为我在台湾修的那几门数学课，我考的分数都在70、80分，甚至还有一门好像有90分，然后直接把我的平均分从之前的60多分拉到了平均分70多分，对此我是相当的感激。还想起一件事情，
就是当时我有一门课选的是研究生的课，因为那门课在大陆是本科生的课，但是在台湾是研究生的课。我就跟一个当时是30岁的研究生的男生一起上课，那节课就只有我们2个学生。他当时是一个小学还是初中老师，然后他相当于是工作到一半再重新念硕士。然后我当时觉得哇，这个人好老啊，他怎么30岁还在念硕士？然后结果我现在到30岁了，我觉得他一点不老，30岁重新念个硕士是多么正常的事情。30岁正是拼搏的年龄。然后这个30岁的男同学呢，他上学上的好认真，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就喜欢打瞌睡，我有时候就是在那假寐，然后老师都没有发现。他看到我睡觉，他一定要把我叫醒，他说喂，好好听讲。我就很烦，因为老师都不管我睡觉，你凭什么管我睡觉啊，大哥？他当时还问我，他说你们大陆有没有火车？我说我们没有火车，我们都是骑马上学的。想起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搞笑。各位台湾观众，我郑重的宣布，我们大陆是有火车的，我们还有地铁，我们还有飞机，一路很多东西都有。其实我当时环岛台湾应该是去了很多地方，但是我现在都完全没有印象。这个海豚是在哪里看的？是花莲吗？还是台东？完全没有印象。我感觉我的脑内存就像金鱼一样小，我真的很多事情就逐渐记不住了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开始做影片的原因，因为我真的记不住，不然这辈子过去就过去了，我到最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所以至少留点东西，然后证明我存在过吧。注意看，这张照片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，我看到2个大爷在唱 KTV， 我觉得这个场面很浪漫，没想到我当时还拍照了，很唯美，好不好？我非常欣赏这个画面。注意看，前方有可爱美眉，这张应该也是经过允许拍的吧，不然他怎么会看我镜头呢？我肯定就是跟他说，你长得好可爱，可不可以给你拍一张照片？然后他就说好啊，就给我拍了。不知道会不会有照片里的人出来认领这些照片。我觉得如果有人看到自己的话，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9年前的自己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些小朋友现在应该已经上初中了，他们还记得照片里那天发生了什么，玩了什么，吃了什么吗？甚至其实我都不记得我那天干了什么，可能是去了一个动物园，但是具体是哪个动物园我也不记得了。所有的动物园里都有长颈鹿，所有的动物园里都有孔雀，所有的动物园里都有火烈鸟，所有的动物园里都有小天鹅或者鸭子，所有的动物园里都有狐獴。狐獴好像不是所有动物园都有。那天在动物园里遇到了一群小朋友，由老师带领着，队尾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就一直晃来晃去，不跟着队伍走，老师就一直回头催促他，但是老师的催促好像在他身上完全没有作用力，他依旧是对着我的镜头一直笑，然后跟我比耶。不知道他现在成长成为了一个怎样的青少年呢？他的笑容还和小时候一样吗？最后这几张照片是在台湾最北点这个景区拍的，我还挺喜欢这个景区的，因为我觉得这里人很少，很适合放空，所以对它印象非常的深刻。现在看起来这些照片跟我在日本去的一些景区都超级像，所以某种程度上，其实我觉得台湾和日本还挺像的，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挺像的，没什么地方是独特的，没什么地方是特别的。Oh no， 说出了一些悲观的想法。Anyway， 本期视频到这里了，下次再见。